别走，时雨还没有，让他及时把大夫请来。姨娘，你是谁？那一夜，我被嫡姐迫害，被构陷与他人通奸。见父少云老，区区庶女，倚仗嫡姐嫁入王府，却不知廉耻，与人私通，你可认罪？我嫁进王府多年，从未有过罪行，是阴险善妒，得知我怀胎3月，便把脏水泼到我身上。是吗？爱妃，无需与他多言，既不认，就直接乱棍打死，拖到乱葬岗埋了吧。是。现在他走了，无人能帮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了。殿下薄情寡义，人尽皆知，我今日必死无疑。只是可怜我这尚未出世的孩子，还有在这偌大王府里苦苦挣扎的你了。你论身份地位，处处比我低一步，你有什么资格可怜我？难道主母没有同你讲过，为何你在成亲不久，我就同你嫁进了王府吗？那是因为当年选秀，吴侯府为你做了假，你此生难以有孕。如今你把刀指向我，就是指向了吴侯府。这不可能！祖母给的毒药果然管用，这贱人很快就会像她姨娘一样病发身亡了。我姨娘也是你们害死的！我杀了你！得知我怀胎3月，便把脏水泼到我身上。既不认，就直接乱棍打死。我竟回到了出阁前了。青碧姐，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等姑娘嫁出去了，我作为陪嫁丫鬟也就苦尽甘来了。她一个没了姨娘的庶女，能嫁什么好人家啊？我听说大姑娘入了四皇子的选妃，四皇子一表人才。嬷嬷哟，二姑娘好大的谱啊！这都日上三竿，还未起身找夫人请安，这规矩都去到狗肚子里去了。姑娘昨日受罚，到现在还未醒。青碧姐，你疯了！姑娘就是因为打碎了夫人的陪嫁花瓶才受罚的。上一世我唯唯诺诺，处处忍让主母嫡姐，自以为寻得良人，可怜姨娘与我被小人毒害，死于非命。这一世我定要报这血海深仇。贱人，贱人，连我都敢诓骗！二姑娘好好的在屋里坐着，还请大夫，想让外人以为我们侯府夫人虐待庶女？你对主子还真是忠心耿耿。二姑娘知道就好，夫人到底是心善，念在你年幼失母的面上，对你照顾一向有加。现在找她去好好赔礼道歉，也不至于像昨儿个那样受那么重的罚。我犯错受罚是理所应当，可再怎么说，我也是武侯府的二姑娘。嬷嬷刚才说我的丫鬟是贱人，你虽是夫人身边的老人，可说到底，你也只是个贱奴。你这样随意打我的丫鬟，实为逾越。你说对不对？真是想不到，邱姨娘那样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能生出你这么个伶牙俐齿、不懂教养的丫头，真是有娘生没娘养！梁氏，是你争风吃醋害死我姨娘，无论重来多少回，我都会让你血债血偿。云儿为何这般看着母亲？不知为何，总感觉许久没见夫人，想多瞧几眼。妹妹说笑了，
我们不是昨日才见过？是啊，昨日我刚进到院里，便听到夫人的陪嫁花瓶碎了，姐姐非说是我摔的，我在冰天雪地里冻晕了过去，再次看见家人，就好像死过一次。你这个丫头，还真是满口谎话。那我且问你，王嬷嬷好心叫你起身，你却打了她一巴掌。如今我的下人，也轮到你一个庶女来管教了吗？女儿不敢。嬷嬷说您心善，女儿只怕夫人的善心用错了地方，任凭某些不懂规矩的人在我面前搬弄是非，败坏门风。哼，好得很。那你的2个丫鬟又说你病了，要请郎中，又是怎么一回事？是啊，妹妹，我看你这身子骨硬朗得很，实在是不像被罚跪了一夜的样子。难不成你还偷懒了？我没有，我是如何被冻得晕了过去，姐姐应当看得一清二楚。妹妹误会了，我这是在提醒你，你作为庶女，被罚了，心中难免会有怨念，但也不能把气撒在旁人身上，不是？王嬷嬷是母亲身边的红人，你给她道个歉，此事就算翻篇了。父亲果然还是和上一世一样，只顾自己官位名声，把子女家宅抛诸脑后。姐姐此话何意？庶女便要处处忍让低头，甚至被一个下人踩在脚下吗？父亲也是庶出，祖父和二叔常年在外征战，武侯府上上下下可都是父亲一个人打理。姐姐的意思是，父亲也不配做这个家主吗？你个不知尊卑的死丫头，还敢还手！住手！武侯府从无嫡庶之分，府上历代家主也一直是如此之家。嫡庶这些话我说过多次，不要再说。父亲稍后回府，若是让他听了去，你这当家主母可真是治了一手好家。老爷，是我管得不好了。我想着这父亲的寿宴快到了，云儿身上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我特意备了2身，让云儿和婉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好讨父亲的欢心。2个姑娘也快到了出阁的年纪，婉儿好事将近，云儿也应当抓点紧了。云儿，你祖父在关外寄回府的那件披风，现下便去我屋里拿去吧。谢过父亲。母亲，那件披风，我向父亲求了好久，他都没给我，怎么就这么轻易把它送了出去？你父亲也不过是为了顺从祖父的意思。不过呀，这山鸡就是山鸡，穿戴再好也变不成凤凰。来日方长，这笔账咱们慢慢给他算。你到底是谁？为何总有一种莫名的熟悉？云儿，你不是说自己生病了吗？母亲特意给你请了吴郎中来，给你好生瞧瞧。这又是要演哪出？那就多谢夫人和吴郎中了。如何？二姑娘思虑过重，气血两亏，再加风寒入底，这炉内的炭火怎么这般稀少？即使是再强健的身体也挺不住啊！这不是我们不想让姑娘暖和，妹妹既然生病了，那就好生歇息吧。这祖父都快回府了，可别把病过给了祖父，不是？姐姐总是这样，表面上对我这个庶女万般关心，实则与我处处针锋相对。
这是母亲。婉儿刚才进门时，就看到妹妹偷摸藏了些什么。婉儿想到最近有几家名门贵女因为与外男有书信往来而坏了名声，兴许是婉儿多想了。但若是妹妹真存了这样的心思，事发之后，母亲也会被说是治家不严呢。去搜。你们这是在侵犯我的隐私！你如今也是快出阁的姑娘了，我身为主母，给你立立规矩，不是理所当然。夫人，找到了。这是……妹妹无事抄这个做什么？徐儿知道祖父大圣归来，皇上特意为他在皇宫举办了庆功宴，所以特意抄了这副金刚经作为庆功礼。昨夜也是因为抄这副金刚经，所以才感染了风寒。二妹妹真是有心了，祖父定会喜欢的。妹妹身子弱，我和母亲便不打搅了。老夫这就为二姑娘开些调理身体的方子。那就多谢吴郎中了。我这里其实还有几副姨娘留下来的方子，我留着也无用，倒不如送给吴郎中，还望吴郎中不要嫌弃。这方子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用的，管他呢，只要操作得当，我在武侯府的地位还能提一提。那就多谢二姑娘了，你先吃3日的药，3日之后我会再来为您诊脉，夫人那边我也会好好回话的。这个小贱蹄子，跟他姨娘一个狐狸精模子刻出来的。他今日敢在外人面前博同情，他日岂不是要拿着祝寿礼去老侯爷面前争宠啊？母亲不必担忧，祖父对他是喜是恶，只不过是我一句话的功夫。此话怎讲？方才我不过是说了几句话哄他罢了。待到送礼时，我便说，祖父征战多年，杀戮无数，他这是想要经书压制住祖父身上的煞气。我们武侯家的子女怎么能信佛呢？这幅画您不是留着给老侯爷庆功用的吗？我想了许久，祖父杀戮太重，应当不会喜欢这种东西，倒不如拿去卖钱。可眼瞧老侯爷就快回京了，只怕姑娘来不及准备新的。我都想好了，祖父回来的前几日，正好是他老人家的寿辰，我再绣一幅百寿图。皇后娘娘若将我有此等孝心，指不定能送我一门好亲事呢。就是这样子。绣画？没错，二姑娘还说了，若是皇后娘娘见她如此孝心，没准还能给她赐一门好亲事。哼，这个丫头为了小婉儿的风头，竟如此大费周章。婉儿，你断不能叫她给比下去了。可是我的沙场点兵图就差一点就完工了，他还来得及添什么新花样？奴婢有法子，我们就这样，然后我好像丢了一根红线，你出去帮我找找。是。小的孤身在此，恐有不妥。无妨，我故意将他们支开，是为了给吴郎中送样东西。哦。你在干什么呢？没什么，毛毛躁躁的，小心出去惹个麻烦。今儿我伺候姑娘便好，你先回去吧。好。
没想到小桃竟敢做出这种事，这可是武侯送你的披风。他们千防万防，不过是为了让邵婉清压我一头。邵家妹妹今日穿的衣裳可真好看，哪里比得上郡主您？你这衣裳还有这头面，都是皇上御赐的吧？瞧着就与旁人不一样。那是自然，我的母亲是当朝长公主，皇上的亲姐姐，我的衣着打扮自然与寻常女眷不同。哎，你那个讨人厌的庶女妹妹呢？她粗鄙不堪，怕是丢了武侯府的脸，不敢出来见人呢。大姑娘，您在绣画？绣画？邵家妹妹会绣画呢？可不是，这可是我们大姑娘亲手准备的。大姐姐，郡主，我来迟了。这怎么会这样？母亲分明没给你那么多份礼，你这披风是从哪儿偷来的？姐姐这是承认母亲克扣妹妹的份例了。这披风原本是父亲所赐，只可惜遭人嫉妒捡了去。但是一想到要嫁到柔家郡主这等尊贵之人，只有身上这件披风才能配得上，所以只好勉强绣几只蝴蝶出来待客了。狐媚姿态，强词夺理，你这话偏偏男人可还行，在本郡主面前装可怜，没门儿！本郡主命令你立刻脱掉。郡主都开了金口，你这贱人还不赶紧脱掉！你们都是尊贵之人，何必抓着我不放呢？你竟然敢顶撞我，好大的胆子！本郡主今天就带你姐姐好好管教管教你。郡主姐姐，郡主打你，你竟然还敢还手！我这是在帮你啊。帮我？四皇子今日也在，你就不怕有人把你们欺凌弱小的事告到他耳朵里去？这样你的好姻缘不就没了吗？说不定他就在这附近听着呢。我打的就是你！郡主姐姐，这里人多眼杂，怕是会坏了你的名声。庶女就是奴婢生的玩意，主子教育奴婢理所当然。我听说郡主姐姐心仪的杨六郎今日也来了。罢了，既然郡主和姐姐不喜欢我这件披风，鱼儿这披风不穿也罢。哼，早这样不就没那么多事儿了吗？二姑娘好像仙女啊！小贱人，扭捏半天，居然敢戏耍本郡主！今日是祖父的寿宴，民女只是想给祖父贺寿而已。究竟是来贺寿的，还是来勾引男人的，你自己清楚。对，你这样的庶女，也只能来这盛大的宴席，才能勾引住身份尊贵的男子，飞上枝头成凤凰了。武侯府家风严谨，夫人也从未教过我们要靠宴席勾搭外男的龌龊之举。你是说长公主府的女儿没教养吗？我之所言，没有一句是在说您，您为何要这样想我呀？你倒是伶牙俐齿，我说一句你有10句，穿成这样，你是想勾引四皇子，还是我的杨月哥哥？这天底下又不是只有这2位男子。好，你不承认，那就打到承认为止。来人，给我打！住手！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杨月哥哥，我们在开玩笑呢。你们女孩子开玩笑都这么过火的吗？虽然说少二姑娘确实狂妄了一些，却也有理有据。今天是老侯爷的寿辰，你说打人就打人，打的还是老侯爷的亲孙女，难不成是想让老侯爷难堪？杨月哥哥说的是，我也是一时气昏了头，才跟这个庶女计较。我们一头入席吧。竟然是他！参见皇后娘娘。都起来吧，侯爷请坐。
谢娘娘。武侯府一家乃我朝开国良将，可惜皇上近日身体不适，特意托本宫前来恭贺侯爷。诸位一切尽兴便好。谢皇后娘娘。谢皇后娘娘。啊！好刀啊！老侯爷征战沙场，战无不胜。今日是老侯爷的寿辰，本王特地准备了这把宝刀作为贺礼。祝老侯爷福如东海，威武如旧。四殿下有心了。这送刀恐怕不妥吧？二妹妹，祖父功名赫赫，战功累累，四皇子宝刀赠英雄，有何不妥呢？婉儿莫恼，我看啊，你这庶妹就是想出风头，引人注意，可惜呀，没长脑子。为父念你年少无知，回去闭门思过。哎，小姑娘家自言自语，快人快言，本王自然不会放在心上。只是误会一场。好了好了，娘娘，侯爷，刚刚少二姑娘说不妥，在下细想，确实不妥。如今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四海之内皆无战事，而四皇子却送了侯爷一柄宝刀，难道是寓意战事将起？这话说的有几分道理，还请四殿下把宝刀拿回去吧。哎呀，老侯爷，是本王考虑不周了，本王下回再补您一件寿礼。无妨无妨，下去。那姐姐倒想看看二妹妹送了什么稀奇玩意儿。婉儿，你这庶妹看着甚是穷酸，你还是先把你的绣花亮出来吧，别让她的脏东西污了本郡主的眼睛。春熙，杨六郎，退下！邵婉清，无论你做什么，都有梁氏想办法帮你开脱。我解决了一个小桃，身边还会有另一个，唯有斩草除根，才能停止这场闹剧。这怎么可能？这绣画果真精巧，远远看去又是一幅千里江山图，近看这明明是一个个寿字，一看便是下了不少功夫的，想来也是侯府教导有方啊。是啊，娘娘，这丫头平日里就这么刻苦。本宫正巧要在宫里举办茶话会，届时你和你大姐姐一起赴宴吧。多谢皇后娘娘恩典，只是比起这些身外的荣耀，民女还有个不情之请。哦，你说说看。民女在做这幅百寿图时，除了祖父，民女还时常惦念起生母。民女生母早逝，幸得夫人悉心照料长大，可是民女甚至都没有给生母上过一炷香，更没有见过生母的牌位。民女只有一个奢望，将生母的牌位挪进祠堂，以尽孝道。皇后娘娘明察，这丫头所言不实。那邱氏的牌位一直就在祠堂里供奉着，只是鱼儿年纪尚小，没进过几次祠堂罢了。那大夫人既然这样说了，那少二姑娘就回去给生母好好上炷香吧。多谢皇后娘娘提点。只是本宫想不明白，少大姑娘为何会赠送给武侯一幅杨六郎的画像作为贺礼呢？莫非是搞错了？是，这一定是婉儿搞错了。可是姐姐分明进了四皇子的选妃，为何闺中会有其他男子的画像？莫非是姐姐另有心上人？你是说她也喜欢杨六郎？郡主，你可千万别听她胡言乱语。婉儿都已是定亲的人，二妹妹，你为何要如此陷害我？以我姐妹同心，我为何要害你啊？侯爷，刚刚那幅画
倒是不错，不知侯爷是否能忍痛割爱，将她赠与我？你这登徒子说什么混话！娘娘，这一定是误会了。婉儿打小是最懂礼仪的了。闭嘴！武侯府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你们母女两个赶紧滚回去，把女戒抽10遍！给我跪下！侯爷、老爷，就是少云娘和这个贱丫鬟陷害的婉儿。侯爷饶命！侯爷饶命啊！二妹妹，你嫉妒姐姐命好，能嫁给风头无量的四皇子做正妃。你若想做硬妻，姐姐答应你就是了。为何要如此恶毒的陷害姐姐？我若真想争，怎么会争不过你？不过是我知道，拼命争来的不会是如意郎君，而是垃圾。你放肆！这话传出去是想害死武侯府吗？大姐姐可别忘了，你调包绣画用的春宫图还在我手里。哎呀，你年纪轻轻，怎能用如此下作的手段给你的大姐姐泼脏水呢？老爷，这样的祸患是万不可以留在侯府了呀！若你们还是不信，便拿出那绣画细看，我在另一侧上绣了我的名字。啊！二妹妹，你可看仔细了，这上面绣的不是芸娘，而是芸郎。孩子，你不是叫芸娘吗？前世出阁我才更了名，竟然忘了自己从前的名字。芸娘是从前姨娘给我取的乳名，父亲从未给我取过名字，郎字是我自己取的。二姑娘是把我们这群人当傻子了吗？说那画上绣的是猪狗二字，你也要说是你自己取的？你是啊，祖父，你可千万不能被他花言巧语给骗了去。他就是个小偷，不光是这绣画，还有这衣裳，也都是偷来的。姨娘，还有什么话好说的？既然你们喜欢被打脸，那我就满足你们。若是我做错了，要刀要剐，随你们处置。但如果我是清白的，我要你们给我跪下道歉。我在武侯府人低言微，吃穿用度甚至比不上大姐姐的丫鬟。我想这一点，大家想必也都清楚。这小桃投靠大姐姐，也是大势所趋。我早就知道小桃想要偷我的百寿图送给大姐姐，所以这百寿图我画了2幅，一幅想送给祖父作为贺礼，另一幅则拜托府中的吴郎中帮我代为看管，以免这绣画真的被偷了。我百口莫辩。把吴郎中叫来。小人知道错了，小人不该私自收藏二小姐的东西。起来吧，本侯叫你过来，不是为了怪罪你，只是让你为云丫头做个证。吴郎中今日辛苦，我无以为报，唯有将此绣画送给吴郎中。此事若是传到了武侯的耳朵里面，老夫恐遭祸患呢。那不如这样，我先将它托付给您，只当是打了个欠条。若日后无以为报，你就将它卖了，我绝对不将此事告诉任何人，如何？好吧，二姑娘的好意，老夫便心领了。确实是同一人的手迹。一个身为主母，却在官家上失了偏颇，只顾自己的孩子；一个身为嫡女，满脑子都是算计庶妹，占人功劳还要踩人一脚，少承德。这就是你养出的好妻女。你当真做了这些事儿？本来我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忍让下去，但现在你们主动招惹我，就该付出代价。我刚刚已经证明了我的清白，现在该轮到你们给我跪下道歉了。平日里看你唯唯诺诺的，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深藏不露，这些年可真是苦了你了。那是你们不了解我罢了。你以为你得到了皇后的赏识，就可以有恃无恐，就可以和我平起平坐了吗？没人想和你平起平坐，
我要的是把你踩在脚下。祖父，父亲，这些年我对这个孩子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没想到他竟然敢当着皇后娘娘的面说我们未将他姨娘的牌位送进祠堂。若是你们行得正坐得端，怎会容不下我姨娘？你这个孽障！动手！家有家规，你当众责罚孩子，成何体统？孩子，你做得对，以后再有这种事，祖父会为你做主的。父亲，祖父，这搬弄是非的丫头，该发卖就发卖，其余的人不论身份，该罚也得罚，以朕家风。云郎，狼肝似猪者，倒是趁你。改日祖父替你去官府把名字正了，就当是对你这副白兽图的回礼吧。不愧是侯府教养出来的大小姐，这茶呀，幽香如兰，韵味十足，不错。谢娘娘夸赞。柔家参与这点茶大会，倒是对其他姑娘不公平了。柔家自幼进宫，跟常嬷嬷习宫中礼仪，这点茶的技艺也习得常嬷嬷几分。怎么还少了一杯？回娘娘，少儿姑娘还未点茶。皇后娘娘，我这二妹妹平日里不受母亲教诲，点茶、插花这等高雅之事一概不学。您好心请她来，她倒好，坏了您的兴致，还望娘娘见谅。既是茶话会，哪有不点茶的道理？不会也无妨，让常嬷嬷替你示范一遍。你连刺绣都习得这般好，这点茶的技艺啊，也必定是一点即通。还真是人问有人了。本宫自认为这宫里啊，常嬷嬷是点茶第一高手，没想到你一个侯府的庶女，这点茶的技艺竟然比常嬷嬷还要略胜一筹，真不愧是侯府出身，大家风范呐。都是主母教的好，不骄不躁甚好。你日后若有所求，本宫可满足你一个心愿，全当是对你的赏赐了。谢皇后娘娘恩典。不能光我一人品茶，还有那好茶之人，估计都等不及想品尝各位的手艺了。二位都出来吧。参见母后。四皇子，怎有姑娘的手帕从你袖中掉出？这上面还绣着少字，莫不知少二姑娘寄予她的亲姐夫？我的命运从祖父寿宴起就已经改变了。有人说我蛊惑，已经沉不住气；有人误打误撞想害我重蹈覆辙。做梦！潮儿，你若与二姑娘两情相悦，应当早些告诉本宫才是。虽说武侯府只有邵大姑娘入了你的妃选，但姐妹腾嫁在我朝也并非稀奇之事呀。娘娘，侯府虽然名声在外，但是邵二姑娘终究是庶女，怎么能入得了四皇子的门楣呢？杨六郎，
你何时也习得这嫡庶礼教了？本宫瞧这二姑娘甚合心意，方才也答应了，可满足她一个愿望。若他二人果真是郎有情妾有意，那本宫就赐皇后娘娘，这绣帕是我赠与四皇子的，与我二妹妹无关。邵大姑娘，你可知你在说什么？众人皆知你自幼不善女红，你母亲求着本宫派出去多少个嬷嬷，都没将你教会。这绣帕色彩清雅，绣工精细，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你如何能绣出此等佳品啊？娘娘，皇后娘娘，您不必为难大姐姐，这绣帕的确是我所绣。这二姑娘模样是标致，可惜是个庶女，在侯府没有多少地位。庶女怎配做我的王妃呀？这绣帕虽是我所绣，可它的确是大姐姐的。我们自幼姐妹情深，姐姐是京城有名的才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可唯独却不擅长女红。我不想让这不上席面的玩意儿连累姐姐，让她被京城贵人指指点点，故而多绣了几件手帕，让她随身带着。娘娘若是不信，可查看手帕的背面，是否有个青字。果真有个青字。皇后娘娘刚刚许了民女一个心愿，民女现在就想讨这个心愿，请皇后娘娘成全我大姐姐与四皇子，让二人永结同心，白头到老。这邵家姑娘无缘无故，为何改命？恭喜姑娘得偿所愿，夫人知道定会为您开心的。那是自然。姑娘真是糊涂，若您方才认下了，又怎会让大姑娘得逞？慎言，姻缘如何，事后便知。邵二姑娘，你先回去吧。邵二姑娘，我竟然不知你还有会算命的本事。杨小爷，你我虽然无交集，但是那日在祖父寿宴上，你帮我解围，我感激不尽。邵二姑娘言重了，你我怎么能算没有交集？你可还记得14年3月初8，你我就见过。这是我上一世大婚的日子，他怎会知道？你……我回来了。看来杨小爷是早就认出了我。我知你心如蛇蝎，本想对你敬而远之，可转念一想，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为何不能强强联手？这样肯定能更快地报仇雪恨。共同的敌人？前世我杨家满门战死沙场，看似为国捐躯，实则功高盖主，中了你周朝文的圈套，使得我的灵魂无处安放，四处飘荡。哎呀，别说我们这样，要是被杨家人发现了怎么办呀？杨家现在就剩一个老太婆了。再说了，你还有长公主和太子撑腰呢。像你这如花似玉的年纪，真甘愿被他守一辈子活寡？我才不要呢！原来前世郑国将军府满门战死，竟也是被周朝文所害，所以杨小爷是想找我结盟。我们本来就是一路人，互惠互利，不是更好吗？我如今不过是邵家庶女，你想让我帮你，就得先帮我才行。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我那大姐姐难缠得很，还请杨小爷帮我做个局。蒋月哥哥，原来你在这儿啊！本郡主找你许久呢。邵二姑娘也在啊，这孤男寡女在一块儿，也不怕丢了清誉哦。郡主的意思是让我走，然后你和杨公子孤男寡女待在一起了？我何时说了？你找我做什么？我只想来问一嘴，长公主府要办赏花宴，我不去。为何？我一个舞刀弄枪的，又不是什么文人墨客，你去什么赏花宴凑什么热闹？那比武大会呢？吴妃说了，若我愿意，可为我比武招亲。姚月哥哥这么厉害，定能拔得头筹。不去。
你不愿意娶我？若是武侯府办宴席，你是不是就赏脸去了？可以考虑。哼，我就知道。你知道什么？哼，少二姑娘放着四皇子不嫁，定是继承了她母亲的狐媚本事，早就攀附上杨月哥哥了吧？郡主，你当人人都像你一样不要脸，缠着杨公子不放，闹得满京城皆知吗？你既然知道，就该早点死了这条心。一个庶女还妄想着一飞冲天，我看该死心的是你才对。我杨家世代忠良，我宁愿终身不娶，也不会娶你这么一个无德之辈。你竟然为了一个庶女指责我，杨六郎，你会后悔的！哼！邵元郎何时与杨小将军这般相熟，引得他回诽谤他？这死丫头还真是不简单。姑娘，现在外头都传闻你直接说吧，再难听的话我都受得住。传闻您在茶话会上陷害大姑娘，说你非要在皇后面前和她争宠，这简直太离谱了。大姐姐和我不对付，所以她做出什么对我不利的事情都不稀奇。哼！哎，姑娘，你要去哪儿？自然是找大姐姐好好商量商量。姐姐这花一戴，倒显得人比花娇了，不愧是京城双姝之一。论美貌，也就只有柔家郡主能和你不相上下了。二妹妹取笑我，我可听说，如今外头人人赞你是马上女豪杰呢。是吗？我听到的可比这有意思多了。说是皇后娘娘本就属意于让四皇子娶姐姐为正妃，可是我这个庶妹死不要脸的勾引她，最后还没得逞呢。竟然会有这种谣言？也许是哪个看不惯我得势的小人编的故事吧。毕竟这世上看不惯别人好的小人可是数不胜数。姐姐说是吧？小姐，二妹妹，你为何要推我？摔到哪里了吗？我没事。二妹妹，这毕竟是武侯府，你这样不太好吧？二姑娘不顾礼仪尊卑，连亲姐姐都下得去手，未免太歹毒了。姐姐误会了，我不过是看到姐姐头发上有只虫子，想要帮你拿掉。我哪知道姐姐为何会突然这么大动作，自己向后倒去啊？我们姑娘头发上怎么可能有虫子？二姑娘想找借口，也该找一个靠谱一点的。哎呀，这虫子不就在大姑娘头顶上了吗？快给我拿掉！我都说了，是姐姐误会了，我只是想帮你拿掉头发上的虫子而已。还不快扶我回去！是，姐姐这就要走，我话还没说完呢。没看见我们家姑娘不舒服吗？还不快让开！我不过是恰巧得到了一些四皇子的消息，既然姐姐不想知道，那就算了。反正姐姐这副腿看起来也成不了什么事。去给我拿过来。这月15，观音殿。姑娘，奴婢去外头打听过了，说这个月15有不少的达官贵人过来上香祈福，就连皇后和四殿下都去呢。这不知羞耻的死丫头，竟真敢把心思动到四殿下身上。姑娘是说二姑娘想勾引四殿下？若不是这样，就有鬼了。若是二姑娘真豁出自己的名声去挣前程，那也是自轻自贱。就算入了府，四殿下又怎会瞧得上她？只怕她比我先入了四皇子府，若有了身孕，一切都晚了。这就是四殿下吧？四殿下和杨六郎一整天都没说过话，看来是真的因为那幅画像闹掰了。杨六郎，殿下，我正打算找你呢。这不是巧了吗？前段时间闹出来个大乌龙，本殿也不是心胸狭隘之人，一直想找你说清楚。不过
现在才找着机会。如果不知道你前世是如何对付杨家的，我真要被你蒙骗过去。若不是为了杨家的兵权，堂堂四皇子怎会屈尊一跪来找我求和？殿下，我正有此意，我特意命人在后院准备了几坛好酒，我们痛饮一番，如何？还是你有心啊！请，请。邵婉清，他来做什么？难道殿下，来，小样。姑娘，东西都准备好了，咱俩得抓点紧，得在二姑娘来之前动手。殿下，谁呀？殿下，我是婉儿啊，睡着多不舒服，我扶你去别处休息。杨小爷，四表哥。殿下，来接着喝。哎呀，杨小爷，你喝的够多了。这样，不如我先扶你回客房，等你酒醒了，本郡主陪你喝，如何？姑娘，客房里可是点了催情香的，郡主这一去，怕是要失身啊。我们若是上去拦了，岂不是什么都暴露了？这下正好成全了他们，郡主日后谢我们还来不及呢。郡主，一惊一乍的，究竟发生了何事啊？什么人居然敢动本郡主？何人如此大胆，竟敢侵犯郡主？那好像是赵家公子。皇后饶命，郡主饶命，小的什么都不知道啊！郡主的清白已经没了。赵公子这么说话，是不想负责吗？杨六郎，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前世柔家郡主出轨赵公子，今生他搅我的局，成全他们，报个仇还能插队，真是小瞧他了。母后，此事还是先通报给长公主府再议吧。还通报什么？木已成舟，眼下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赵家赶紧将郡主以3媒6聘娶进门。我不要！此事容不得你反抗。是你陷害我，我要杀了你！将郡主拿下！皇后娘娘救命啊！我就算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对郡主下手啊！谁让你进来的？你一定是跟这个姓赵的串通好的。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是你还能是谁？他怎么也跟来了？难道这一切都是他布下的陷阱？是他，邵元郎！够了！堂堂一个郡主，竟然为了一个男人要死要活的将郡主送回长公主府。今日之事不准外传。我不要，我死也不嫁！有人陷害我，我一定会把陷害我的人挖出来碎尸万段！放开我！你对我下药，毁我清白，害我低价，我要你为我偿命！不是我干的，是邵元郎干的！大姐姐醒了，来，赶紧把药喝了。别碰我！谁知道你是不是在里面下毒了？这可是妹妹亲自去向祖父求的药，难道祖父会害了姐姐吗？春熙，今天是什么日子？长公主府和赵府是不是好事将近了？这说话呀！嘘，姐姐，你这话可千万不能让外人听见，这哪里是好事啊，是丧事。丧事？今天本来是两家结亲的日子，可那赵公子昨夜突然被发现暴毙在府中，这赵夫人哭天抢地的，非说是郡主害了他儿子，闹着要郡主给他儿子配冥婚呢。那郡主岂不是后半辈子都要守活寡了？那可未必，长公主已经拉着郡主入宫去负荆请罪了，她就算再在乎面子和名声，也绝对不会让亲女儿赔上自己的后半生呀。姐姐，你可要藏好了，千万别落得和赵公子一样的下场，否则就算是4殿下来了，也保不住你啊！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和4殿下说什么了？邵元郎，你给我站住！春熙，去给我拿纸笔来。是。
不对，若是四殿下真知道了什么，定会传出风声来。他这是在诈我。春熙，三更半夜吵本姑娘休息，还有没有规矩？四殿下，你怎么来了？不是你写信说自己遭人陷害，约我详谈，到底怎么了？实不相瞒，婉儿今日不小心撞破我那二妹妹，害柔家郡主失身的内情，现下又闹出了人命，婉儿实在是忧心。如果再在武侯府待下去，恐会遭他暗害啊！你可有证据？四殿下，这是在怀疑婉儿撒谎。她处处不如我，我无缘无故为何要害她？殿下，二妹妹得了皇后青睐，就连祖父现在心也偏向了她。婉儿，只有您了。姑娘，更生怒冲，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夫人瞧见了，又该责罚您了。咱们若是走，谁来促成大姐姐与四殿下的好事啊？姑娘是说，四殿下此时正在屋里呢。奴婢这就去禀告老侯爷。慢着，先别走。姑娘，急什么？这男女之事有一便有二，我们来日方长。二姑娘身体调理得当，已经比以前好了很多了。都是吴郎中的功劳。二小姐客气了，小的先行告退。吴郎中，您可有为大姐姐号过脉？侯府的郎中都为大姑娘号过脉，或许是小的医术不精，摸出的脉象与其他几位郎中相比，却是截然不同。此话怎讲？大家都说大姑娘身体健康，依老夫看来，大姑娘表面上与寻常女子无异，实则身体阴虚，纵然是全力滋补，恐难有孕，且容易落胎。大姑娘正待嫁闺中，若是被四殿下知道了此事，怕是不好。我这儿有个方子，或许能随了他的愿。这方子寻常女子可用，于大姑娘而言，恐怕是药性太烈。要的便是这个效果，你还不知道他在算计些什么吧？小的只是一个郎中，主子的是非是万万讲不得也听不得的，还请二小姐放过小的。我不过只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小忙而已。他的把柄握在我手里，我随时都可以揭发他。你要死还是要活，自己选。姑娘，杨小爷又派人来给您送信了。你怎知是他送的？上次奴婢在宫中见过他身边的小厮。把信给我看看。姑娘，姑娘，你怎么把信给烧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和杨小爷不过是点头之交，若有书信往来，也是他纠缠的我，你可记住了？今夜大姐姐屋里的灯可还亮着？回禀姑娘，奴婢刚刚去瞧了，四殿下应该还在里头呢。你这就去找母亲禀明，就说在我府院里瞧见一个贼，引他带人搜府。女人苟且的明明是大姑娘，姑娘您这么做，岂不是上帝1000，自损800？让你做你便去做，我不怕自毁清白，我只怕表明是大姐姐所做，连敌人一根毫毛都伤不到。是。夫人，那小贼模样高大，身手不凡，瞧着还是个男子。您还是带人过去瞧瞧吧。这武侯府戒备森严，你确定没有看错？夫人，实不相瞒，奴婢怀疑那男子是来找二姑娘私会的，奴婢实在是怕二姑娘一错再错，这才来找您通报的。什么？
王嬷嬷，带上侯府的护卫，去把那个坏丫头和小贼给我当场逮住。哦，对了，立刻通知老爷和侯爷，我一定要让他们看看这个小贱人的真面目。都是为父管教无方，竟让云丫头做出此等丑事来。待云丫头和那个小贼抓到，定要让他吃个教训才好。要我说，父亲就是被云丫头平日里卖乖的样子给骗惨了，到底呀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庶女，哪里比得上我们婉儿呢？你少说两句，没看见爹正烦着吗？不好了，不好了！怎么了？是让那个小贼给跑了吗？抓是抓着了，不过不是在二姑娘的院子里，而是在大姑娘那儿。什么啊？侯爷、老爷，婉儿定是被冤枉的呀！那小贼到底是谁？竟敢祸到我婉儿头上来了！是四皇子侯爷，您看，奴婢们要不要先把人给放了？难道咱们侯府能拘着皇家的人不成？去，把那2个丫头都叫过来。是。大姐姐这是怎么了？怎么哭得这般凄惨？爹，要不我先送您回去，婉儿这边会亲自训诫她的。年轻人胆大放肆，婉丫头和四殿下婚期都定了，私下往来也不是什么稀奇，只是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以这种小小行径闯进我们武侯府，霸占婉丫头的清白。婉丫头打小是最懂礼数和规矩的，断不会做出如此糊涂之事。婉儿，你说句话呀！母亲，我……婉儿，你怎么了？来人呐！去把府里的郎中叫来。大姑娘似乎是华脉。你胡说些什么？这怎么可能？是啊，吴郎中，我大姐姐还未出阁呢，怎么可能是华脉？你个贱婢，老实交代，四殿下到底有没有经过于大姑娘？他怎么敢？夫人恕罪，是奴婢没有看顾好姑娘。一个小丫头哪里管得了主子的事？一个巴掌拍不响，要怪就怪婉丫头不知廉耻，自食其果吧。慈母多败儿，你看看她如今哪里还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柔家郡主还不够让你们吸取教训吗？那些下人七嘴八舌的，这消息要是走漏出去，咱们武侯府的脸还往哪搁？哼！父亲，婉儿知道错了，祖父，婉儿知道错了，请您帮帮婉儿吧。老爷，这婉儿与四殿下早有婚约，若是能将这婚事提前，不说能挽回婉儿的名声，对咱们武侯府也是大有益处啊。况且这侯府儿女的名声可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云朗不也被出阁吗？你这是拿云丫头威胁本侯，让本侯活出老脸，去四皇子府上讨说法。儿媳只是实话实说罢了。祖父不必为我为难，名誉乃身外之物。再说了，这些年来难听的话，我已经听得够多了，我不看重这些，而且我也不指望他们能让我嫁进一个多好的夫家。你这个贱丫头，说得轻巧，这私通外男的罪名放你身上，你可乐意？我自然乐意，只不过如此传扬出去，四皇子殿下便不得不娶我进门。大姐姐对四皇子如此情有独钟，就是不知道大姐姐你是否乐意啊？大丫头做的孽，让二丫头去还，亏你想得出来。唉，罢了，跑一趟便跑一趟，说出去丢的到底还是侯府的脸。婉儿，还不快谢过祖父？
儿谢过祖父。小姐，云朗，祖父，你未来究竟作何打算？祖父年纪大了，只怕以后许多事未必能为你做主。祖父放心，云朗不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我知道你是个有主见的孩子，只是你还小，有时候也要学会依靠别人。我孑然许久，早已忘了依赖人的滋味了。祖父，您为何待我如此之好？因为你最像你祖母，你祖母也是不认输的性子，一身反骨。可惜我征战多年，她被皇上困在京城这片小天地中。若是你能活得肆意洒脱，祖父自然为你高兴。祖父，祖父，云朗此生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去婉儿那盯着，任何人不许靠近，二姑娘也不行。我们的合作已经结束了，你为何三番五次来纠缠我？是吗？我哪里做的不好吗？你找我结盟，却截胡我的计划，难道不是吗？我当初是想一石二鸟，谁知道你不拆穿邵大姑娘，还让她风风光光嫁进四皇子府。我这也是一石二鸟之计，就像你报复柔家郡主和赵公子那样，我把他们绑在一起，一损俱损，不好吗？你还想让我帮你做什么？当今圣上痴迷佛学，四皇子也正是因为高僧一言才得圣宠，你明白我的意思？祈福敬天，先祖在上，吾今日娶亲，愿列祖列宗庇佑，使我后人兴旺发达，夫妻双全，有吉有庆。敬香。四殿下的香点不着，不会是祖宗怪罪吧？许是这香有问题。今天是黄道吉日，四殿下上前再试一次。还是点不着，不会是老天爷不答应吧？四殿下，四殿下正得势，那么多双眼睛盯着，许是有心之人要加害于您呢。你说的对，来人，去把库房里所有的香都给我拿过来。好端端的香，为何点不着？这其中可有什么说法？莫非潮儿这当真与邵家大姑娘不投缘？娘娘殿下饶命！臣今早合了四殿下和邵大姑娘的八字，他俩是天作之合，这难道是老天
再怪罪四殿下。怪罪？四殿下何罪之有？多半是言德有失，臣也难以预料啊。殿下，大胆妖事，竟敢在本殿的婚宴上胡说八道！四殿下，切莫冲动啊！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放手吧，殿下。潮儿，休得放肆！哼！殿下，婉儿，来人呐！快来人！来人呐！孩子，我的孩子呢？夫人，节儿，您刚刚小产，孩子已经没了。夫人，您别动怒，对身子不好。你还在给我装傻充愣？那信难道不是你送的吗？不是奴婢，奴婢也不知道这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个贱婢，还敢狡辩！婉儿，疯疯癫癫的，像什么样子？母亲，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别说傻话，这孩子没了还可以再有。你和四殿下还是有情分在的。什么情分？我之前是爱慕过他，可术士一眼就能主掌新王。我一想到我以后没了出路，我就……这郡主杀了人，也不过落得一个圈禁的下场。他好歹也是个皇子。再说了，这武侯府的下人现在都在传，二房的地位稳固，甚至已经有了越过你爹的势头。你爹这爵位，也都还指着他呢。不对，这巧合未免也太多了些。若曦真不是春熙送的。若曦不是春熙送的，那定是少云郎那个贱人送的。他定是知道了什么，所以才促成我和四殿下成婚的。她一个庶女，哪有这些门道？他是没有，但杨六郎一定有。他们一定早就跟我在一起了。画像、观音殿，还有今日之事，哪都有他们的影子。我的儿，你是不是气糊涂了？他哪有这样的胆子呀？母亲，你相信我，他们若是早就跟我在一起了，那郡主出丑便不是偶然，定是杨六郎为了摆脱郡主使出的计谋。这也太……婉儿，不是母亲不信你，你这些话说出去，那旁人也是不会信的呀。雁过留痕，他们若是串通在一起，就一定留有痕迹。去给我盯紧他。是，我就不信他们不会露出什么马脚。你这笨兔子，竟敢擅闯我们姑娘的院子！杨小爷，你这又闹的哪一出？自然是有正事来找你商议啊。哪有人做正事跟做贼似的？你们家姑娘平日里深居简出，我又是个外男，自然只有这种办法来找她。少废话，快说，找我来商议何事？你这么聪明，猜猜看。你和周朝吻翻脸之后，应当有人蠢蠢欲动了吧？答对了。你们确定有个黑影窜了进去？是。贱丫头，这次瓮中捉鳖，我看你往哪儿跑！有人来了，快藏起来！哎，你平日里住这种破地方，连家具都没2件，我往哪儿藏？少废话！要是被人发现，我就阉了你，自证清白。你可真是个毒妇啊！你干什么？走！姑娘，
这死丫头明明在屋里，却迟迟不开门，难道真被婉儿说中了？夫人，怎么只有你自己在？你主子呢？回夫人，方才姑娘不小心被茶水弄脏了衣裳，现在正沐浴呢。母亲，您怎么来了？听值夜的丫鬟说，你这院中有动静，怕是进了什么不该进的人，所以我特地来查看查看。让母亲担忧了。鱼儿吸取了大姐姐的教训，这里什么都没有。婉儿虽是糊涂，可到底也还是嫁进了四皇子府。哦，对了，昨日有位夫人含蓄地同我说，想跟你提亲，可是她那个儿子已经病得快要死了。我若是应了，那真是落得苛待庶女的名声。那还真是可惜了。若是能早点当上寡妇，常伴青灯，倒也是比为了武侯府的前程，被人送去高门大户当小妾要强。哼，一个玩意儿生的死丫头，不做妾还想做什么？痴心妄想！你真打算嫁给那个病死鬼做寡妇啊？在世人眼里，女子都是要嫁人的。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当寡妇的机会，为何要像上一世那样投身泥潭啊？你既然不追求你情我愿，那为什么不找一个利益共同者，各取所需呢？比如呢？我？你刚才刚说过我是毒妇，怎么也好这口啊？你怎么了？不对。这香不对劲。这少夫人的手段真够下三滥的。你快离开这儿，我自己一个人待着就好。我走了，你怎么办？你待在这儿，我才更危险吧？你别动怒，我忘了告诉你了，这香是专门针对高手的。完了，这回真要栽了。放心，栽不了。墨镜，你知道该怎么做？你疯了！你不是还要嫁人吗？杨月，少爷郎，我帮了你这么大忙，是不是该取点利息啊？云儿，你没事吧？这不是杨月、杨六郎吗？他怎么会在这里？二姑娘的刀还插在杨小爷身上，难道是他逼迫不成，被二姑娘刺伤了？都给我闭嘴！今日之事不得外传，说多了，叫外人怎么想我们侯府？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若是不想让此事暴露，不如我们直接告到衙门去，证明我和杨小爷的清白。你疯了！此事若闹到衙门，岂不是要弄得满城风雨？这不是母亲心里所期盼的吗？你在胡说些什么？我身为主母，怎么会盼着你毁了侯府的名声？杨月，快去请郎中来！要是威名赫赫的杨小娇妻死在武侯府，后果不堪设想。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按鱼儿说的做。是。慢着，你们两个帮二丫头把地上打翻的东西收拾干净了再走。是。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少爷郎。你装的。这杨六郎也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所幸是没发生什么，不然这个登徒子怕是要强娶了云丫头。
住口！杨家世代为将，再容你一个妇人，说三道四。云丫头能被他看上，是他的福气。是，只是听说此人常留恋于烟花。不过云丫头一个庶女，若是能嫁过去，也算是高攀了。杨六郎其人，即便有万般不好，也绝不会做出这般小人行径。二姑娘应当是中了致幻催情的毒香，经治疗及时，体内的毒素都已经被排出，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这毒自然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我房里，而是有人心思不端，想要加害于我和杨六郎。母亲，为何自从你出现之后，我和他就中了催情香？放肆！就算是我心怀不轨，若非你二人早就厮混在一起，我又怎么会有机可乘？好，那便取香炉中的香粉，让吴郎中一观吧。可是奴婢们已经将香炉清理过一遍了，香粉怕是早就已经找不回来了。你以为丢失了证物便没办法坐实你的罪名吗？想的倒是挺美啊。侯爷，这便是在少二姑娘的闺房之中燃过的香粉。侯爷，他在骗你！刚才事发之时，你已经昏死过去。你醒来的时候，那香炉都已经清扫干净。请问杨小郎口中的香粉，又是从何而来？自然是趁你不备时留下的呀。而且据我所知，少二姑娘和少夫人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甚至可以用针锋相对来形容。若不是少夫人做贼心虚，又怎么会命下人立即打扫干净这香粉？婉儿在时，我对云丫头自是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可如今我想对她好一些，却成了过错，真是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好，那便谢谢母亲慷慨相助了。祖父，我幼时体弱，我所用的香料除了府中常用的那几种，还多加了几种药材。祖父可以让吴郎中好生看看，这杨小爷手中的香粉是否是从我香炉中获得，这其中又是否有人动了手脚？回禀侯爷，确实是二姑娘院中所用的香料，这里面掺杂的白色粉末，正是我刚才所说的催情香。岂有此理！梁师你堂堂主母，竟然陷害家中小辈，该当何罪？侯爷，我是冤枉的呀！我是怀疑杨小郎使诈，所以才多说了几句。凭什么说那毒粉就是我放的呢？事到如今，母亲还不知悔改，那就休怪我要旧事重提。同样的计谋，你可使用过不止一次。当年我姨娘被父亲污了清白，被迫为妾，就是你使用了催情香。你们别听他胡说！我对老爷痴心一片，怎么会用如此手段让老爷强行纳妾呢？那是因为你想要报复他。父亲在和你成婚后，时常在外沾花惹草，那时正值父亲被提拔的关键时刻。你本想对他施以惩戒，却不想捅了娄子，还越闹越大，甚至父亲最后还被贬为官职。所幸父亲因为这个丑闻不但收了心，还在强娶我姨娘之后不再宠幸，容你在这侯府中风风火火10几年，把他蒙在鼓里。这不是真的，小云郎！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尚未出生，你现在三言两语就想把罪责都怪到我头上，你做梦！于丫头，祖父问你，这件事情的始末，你都是如何得知的？前世我嫁给了周朝文，受封为妃，打探清楚并非难事。可是如今，这些都是我姨娘告诉我的。当年大家都以为是我父亲喝醉了酒逼迫了他，我姨娘虽然早有怀疑，却不敢言其他。直到今日，母亲用相同的办法污蔑我，我才想起母亲所言绝非空穴来风。而且武艺越高强之人，中了催情香之后发作就越快，
少舍，你可以想想当年之事，是否有可疑之处呢？梁氏，你竟敢骗我！老爷，你听我跟你解释啊，老爷。别多说，我和你夫妻情分已尽，若非是你，皇上也不会介怀此事，让我多年不能升官。老爷，不是这样的，从今往后，别让我在府里再看见你。老爷，来人，老爷，把梁氏带去城郊别院，没有我的准许，不得私自回府。哼！少承德，我自以为你对我情深意重，除此事之外，我从未愧对过你。你为何要如此待我？带走！少承德，少承德！唉，袁丫头，杨六郎，班侯有话要单独同你们说。杨月，你说说，你深夜擅闯武侯府，还出现在云丫头的浴室里，你究竟意欲为何？云丫头，你来说。我和杨小爷，侯爷，是我心悦于少儿姑娘，一时冲动，险些酿成大错，请侯爷惩罚。本侯是该狠狠责罚你一顿。自己是招蜂引蝶的货色，就别招惹我家的好姑娘。那些都是前些年的事了，我现在早就知错就改了。男女一亲，讲究的礼节还有许多。你要是真心实意同云丫头定亲，那就带着你的诚意来。若只是误会一场，担心她因为今夜之事不能另嫁他人，那就免了这样荒谬的想法。有本侯在，她并非你不可。侯爷，我想好了，明日我便带好彩礼，前来向少儿姑娘提亲。云丫头，你怎么想？云儿，全凭祖父做主。你这次又有何目的？我早就跟你说过，与我成婚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而且你还不用担心你未来的夫君发现你是一个心肠歹毒之人。不过你要是有心仪之人的话，我也不是不能成全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不必，真心本就难遇，更何况就算是曾经相爱，也会随着时间流逝变得逐渐相看两厌，倒不如一开始就是互相利诱，各取所需。你是个聪明人，能成为你的刀是我的荣幸。殿下昨夜没回屋，可是又宿在了书房。夫人，殿下昨夜压根就没回来，据说又是到那青倚楼寻花问柳去了。殿下宁可去找那些妖艳货色，也不肯留宿府中。夫人，奴婢听说了个不得了的消息，二姑娘准备嫁进杨府了。杨府？定是母亲的计划奏效了。少云郎吸引杨小爷不成，只能低调嫁入杨府。可奴婢听说，杨小爷竟是带了八抬大轿的彩礼，亲自上门求亲的，老侯爷很是满意呢。这怎么可能？难道杨小爷去侯府求亲，并不是母亲的手笔？奴婢听闻，夫人昨夜不知哪里得罪了老爷，没法配到了城郊别院，和老爷永不相见。定是少云郎那个贱人对父亲他说了什么？母亲，婉儿现在自顾不暇，要怎么帮您呢？夫人，奴婢有一法子。柔家郡主原先那样爱慕杨小爷，若他得知上门求亲的话，断然会比夫人更有手段对付他。郡主，郡主，
郡主，我是婉儿啊，我们从前很要好的，你忘记了吗？你是少卿，都是你把我害成这样的。不是我，是邵元郎，他从前就和杨小爷不清不楚的，杨小爷现在非要娶她，就像着了魔一样。杨月娶妻？你骗我！他怎么可能突然娶妻？千真万确啊，郡主，彩礼八字都传了出去。不信，你问你府里的下人。说，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杨爷？是的，郡主息怒。好啊，好你个杨六郎，你居然敢骗我！本郡主到底是哪里不好？你连娶她也不愿意看我一眼。郡主，你这又是何苦呢？伤害你的是那对狗男女，又不是这些物件。婉儿，我知道你一定是站在我这边的，对不对？你帮帮我啊！郡主尽管吩咐。你帮我逃出去，我一定要守着了邵云郎。可是长公主府守卫森严，婉儿是有心也无力呀。他们像关着犯人一样关着我，却不知道我已经把他们巡逻的路线搞清楚了。邵云郎、杨六郎，你们给我等着！哎，来喝，再喝一杯吧。不喝，春宵一刻值千金。人啊，不懂。从别后，一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胜把银缸照，有恐相逢是梦中。云郎，谢谢你。邵云郎，我在呢，夫君。你是谁？柔家郡主，你怎么在这儿？邵云郎呢？邵云郎，他已经死了。当初在清明观就是他陷害的我，我是受害者，凭什么我被囚禁在房间里，而他却能嫁你为妻？不可能！你把邵云郎藏到哪去了？你这么在意他，说了他已经死了。不信！母亲，救我！怎么了，将军？追上去，发动所有人，一定要把夫人平平安安找回来。是。把这个贱人处理了吧。郡主，奴婢们不太理解您的意思。把他杀了吧，不明白了吗？当初要不是他，本郡主根本就不会嫁给那个姓赵的贱民，是你毁了我的人生。怎么会是他？我与他无冤无仇，为何他要加害于我？还愣着做什么？动手啊！谁敢违抗本郡主的命令，我就让他死！夫人，夫人，邵云郎，你在里面吗？杨月，我在这儿。我看谁敢再靠前一步，我就一刀捅了他！你竟然公然杀人，你害了我儿还不够，还要再造杀孽，简直无法无天，不可理喻！皇后娘娘，柔家贱人夜夜梦魇，她这应该是我家少儿姑娘当成了陷害她的人，这才敢造次啊！我自问与她无冤无仇，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几次。今日是我大喜的日子，难道郡主是想要杀我抢亲吗？你懂什么？我的家事
地位，我本该做杨六郎明媒正娶的妻子，都是你害我失身！住嘴！不要再说了。柔嘉，我想我跟你说过无数次，我从未有过跟长公主府联姻的想法。你要是再敢污蔑我的妻子，休怪我对你无情。把郡主拿下！他就是个明目张胆的杀人犯。皇后娘娘，之前您没有处置他，但是他因此为非作歹，还险些害死了少二姑娘，请您务必要将他绳之以法。传本宫懿旨，褫夺柔家的郡主头衔，收封地，贬为庶民。死后7期49日，不准他出门一步，日日夜夜在家里为亡灵祈福，悔过自新，否则以杀人犯论处。是。我的儿啊，我的儿啊，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少阴郎，你怎么还不去死？我要杀了你！你醒了，没事吧？今日之事尚且存疑，柔家郡主没有请柬，又不会轻功，是如何能混进来的？必是有人在从中帮他，可又是何人如此大胆，敢帮他一个囚在长公主府中杀人的人，来杨府赴宴？你说的这些事情，我早有探查。长公主府近日门可罗雀，只有邵婉清一人拜访过。果然是他在从中作梗。你笑什么？你果然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女子。一般的女子，婚宴被刺杀，早就吓破了胆，要不然就是因为婚宴被毁而大发雷霆。可你却满心满眼的只想着报仇雪恨，有趣啊，有趣。还有更有趣的，想不想见识一下？什么？杨小爷，我看你也不似前世的杨月。你虽总说我歹毒，但却不曾疏远于我。莫非你在前世就已对我情有独钟了？这有趣的事情还没做呢，急什么？杨小爷，有件事情你还没有告诉我。什么？你和周朝文翻脸之后，是何人找上了你？自然是该来的都来了，不过我只中意那一人。三皇子虽表面谦谦君子，可他绝非善类，怕是不好掌控。那夫人心里可有人选？九皇子不过幼学之士，前世也只是被封了个亲王，为什么你能认定他能坐稳那个位置？自周朝文在告祖时接连断香，皇上便开始有意疏远于他。正当年的几位皇子都有争权之意，正是因为九皇子年幼，才不会惹人猜疑。至于那个位置能不能坐稳，不是看他，而是看我们。皇上病重，已经接连1个月没有上朝了。前世周朝文便是借这个机会逼宫，拿到了传位圣旨。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少爷少夫人，今天一共收入礼金2500两白银，这么多。那正巧下个月中秋宫宴，我拿去与人做笔交易。杨小将军，末将来迟了。臣妇不善言辞，就先告辞了。请。殿下，
妾身想同我那庶妹说几句话。去！大姐姐，大姐姐，你快救救小车子吧！什么小车子？那个小太监，走路不长眼你！我这身衣裳可是皇后娘娘御赐的书契，破了你赔得起吗你？你喜欢书契，你要多少我都赔你。小车子是我最好的玩伴，他要是溺死了，我就没好朋友了。把你脏手拿开！我堂堂四皇子妃，一年也只得一匹书契，若非我今天有事，定要罚你这撒谎成性的狗奴才！大姐姐，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滚开！没看到我还有事吗？九皇子，你没事吧？邵婉清，你居然敢对九皇子不……你在胡说什么？他分明就是一个撒谎成性的小太监，怎么可能是九皇子？九皇子唇边有一颗小痣，术士称其为福禄富贵之命。眼下他虽然穿着小太监的衣裳，但我还是一眼便认出来，他就是九皇子。九殿下，九殿下！殿下，九殿下，你怎么自己偷跑出来了？灵妃娘娘找的好苦啊！姐姐，你虽然贵为四皇子妃，可是也差点伤害了九皇子的金尊玉体。你现在赶紧去皇后那里领罚吧。今日还要多谢你对小九的照拂。这孩子生来孤僻，只有小车子一个玩伴。你菩萨心肠，能把他们一同救回来，本宫感激不尽。灵妃娘娘谬赞了，我无意路过，认出了九皇子，又碰巧与药师有您相伤，这才挺身而出。哦，本宫与你素无交情，你有何要事？听说灵妃娘娘出身京中商贾，我这里正巧有笔生意，想来您会感兴趣。夫人说说看。白玉无瑕。白玉无瑕，那不正是个皇字？夫人是相中了小九，这也是我夫君的意思。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小九只是个孩子，本宫不希望他与人争权夺利，最后斗得遍体鳞伤。九殿下秉性纯良，娘娘一味护着，只怕会适得其反。毕竟人的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好。好。殿下，妾身不是故意冲撞九弟的，是邵元老那个贱人，他一口咬定是妾身冲撞了皇子，妾身只能再去母后那儿领罚了。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你若没做过，又怎会受罚？妾身只是……你可知，今日你二妹妹给杨岳府上带来了多少灵妃亲自的金银珠宝？本殿不要求你像她那般为府上争光了，但是你连最基本的传宗接代都做不到。早知道这样，当初就应该求娶你二妹妹。殿下，邵元老她只是一个庶女，怎么能配做您的正妻呢？本殿没空搭理你那些小女儿心思，本殿只知道，再这样放任杨六郎下去，本殿的东宫之位可就不保了。殿下，妻与杨六郎兄弟反目，留着他也是个祸害，倒不如找个机会把他给除了。妾身听祖父说过，最近南边不太平，接连战死了好几个新上任的武将，皇上为此很是头疼。殿下不如将那杨小将军发配过去，我想他应该很愿意为国捐躯吧。
圣旨到！镇国将军杨岳，请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南疆战事告急，牺牲众多，因有之子杨岳百战百胜，如有神助，特派应战，即刻出征。钦此。臣杨岳接旨。先是我战死南疆，魂归故里，我们自以为能逆天改命，却还是逃不过这一劫。或许会有转机。我已经是战死过一次的人了，我不怕什么意外，我只怕我这么一走的话，会牵连到你。不好了，不好了！少夫人，老侯爷出事了！什么？什么？侯爷常年征战在外，落下不少病根，如今年事已高，老夫也只能尽力而为。父亲，从前您身子硬朗，儿子不敢越俎代庖。如今您抱恙在身，儿子不得不提醒您一句，有些事情还是早做打算为好呀。你个混账东西！本侯还没死，就惦记上武侯府这万贯家财了。侯爷，少侍郎也是为了您的身体考虑啊。是啊，祖父，您这样可别气坏了身子啊。你们若是能少说两句，祖父也不至于会被气成这样。够了，本侯病了，现在只想图个耳根清净。你们想让我立遗嘱，不过得一个一个的来。云丫头、杨六郎，你们先退下。是。少承德眼高于顶，恐怕祖父会被他逼迫让权。老侯爷骁勇善战，兵法熟读于心，你还担心他解决不了那些问题？也是，前世任他再怎么逼迫，还是撑到了二叔战胜归来那日才肯交权。想必应该不会出什么岔子。恭贺少侍郎喜得爵位兵符，如今也算是了却了你的一桩心事了啊！往后还需4殿下多多照养才是。祖父，你方才在外面都看见了。在你眼里，你父亲和二叔，谁更适合继承家产？父亲才能普通，野心却不凡。二叔在外征战多年，踏实肯干，想必比父亲更得人心。你真是个聪慧的姑娘。若不在了，武侯府立马分家，爵位给谁无所谓，兵权不是谁都能夺走的。那您刚才……一个小丫头都能看透这的东西，祖父怎么能看不明白呢？收好了。你知道该怎么做？孙女明白。六郎出征在即，战场上刀剑无眼，你好好送送他啊！我是去打仗，又不是搬家啊。都是些干粮，你就拿着吧。我还有一样东西要给你。这是我姨娘留给我的护身符，我常年随身佩戴着，总能化险为夷。那你给我了，你怎么办？杨月，你可别忘了，上一世你虽武功高强，可却做了短命鬼，你比我更需要他。
说你能平安归来，罢了，往后的事，往后再说。夫人怎么心事重重的？莫非是有什么顾虑？世事难料，臣妇再怎么担心，也只是徒增烦恼罢了。今日青云观术士为陛下诊治，说是没几日光景了。不好了，走水了，快救火！好端端的怎会走水？只怕是冲着陛下来的。若真是要逼宫，恐怕九殿下也是在劫难逃。本宫知道一处捷径，樊夫人先带小九去到安全的地方，东南方向。走。快！老四，你竟敢逼宫，亏我从前还这么信任你。哼，父皇，您大势已去，儿臣只见势而为罢了。父皇，您现在一定很痛苦吧？别怕，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大事已成，少云郎，你疯了！把他放下！我看是你疯了才对，你拿个假兵符就敢造反，武侯府的列祖列宗，怕是棺材板都压不住了吧？休要在这里妖言惑众！若是你敢伤四殿下半根汗毛，就算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一概杀无赦！哼，我还真是没想到，这是从一个父亲口中能说出来的话。你为了争权，可真是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呀！真的兵符在我这儿，待我到时候拿出来一关，诸位就能发现邵承德手里的假兵符仿造的有多么拙劣。假的！爹啊！你怎么才来？南疆凶险，我交代了许久才敢折回的。你看，是他一路保护我回来的。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们杨家功高盖主，你想谋权篡位很久了吧？少拿你那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从未想过取而代之，做那帝王之位。我一心只想做一代贤臣罢了。那你又想辅佐谁呢？三哥还是五弟？他们又有哪一点比得过我？周朝文，要感谢你的自以为是，才让我们有机可乘。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国将军杨岳与其妻邵云郎护主有功，赐黄金1万两。即日起，杨岳受封为一品摄政王，邵云郎受封为一品诰命夫人。钦此。臣服领旨。领旨。大人，大人，小的知错了，小的不该和四殿下那等奸佞小人为伍，求你放过小的吧。怎么是你？怎么不能是我？你们是罪臣，我是功臣，我不过是看在曾经是家人的份上，来见你们最后一面罢了。好妹妹，之前是姐姐错了，求你高抬贵手，放姐姐一条生路吧。于丫头，都是父亲不好，你只需要去找新帝求求情，咱们这个家就保住了。家？从你们对我姨娘见死不救的那刻起，我就没有家了。这么多年，我举步维艰，
不过是为了惩罚你们为自己犯下的孽偿命。可这还远远不够。不过如今，你们也只有命可以偿了。少元老，我一直不明白，我是嫡，你是庶，从出生起你就低我一头，之后我做了皇子妃，你也不过是见了我要屈膝行礼的武将夫人而已，凭什么？如今你光鲜亮丽，而我却沦为阶下囚。因为你们把嫡庶名利都看得太过重要，仿佛人的一生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便什么都注定了。但我的一生由我自己来谱写，看到你们随波逐流，我只觉得悲哀。都说完了，我跟林太后也说完了。说什么了？说我们辅佐到新帝可以独自执政的时候，就退隐山林。我们总这么强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还说我们的大婚被闹得一塌糊涂，想择个吉日补办一场。哎，夫人，我还没说完呢。谁是你夫人了？我们大婚那日你不是说过了，我们只是互惠互利，各取所需。如今大事已成，难道你还要继续同我演下去？假戏真做不行吗？不过有一件事情你倒是猜对了。何事啊？就是前世我化作亡魂跟了你许久，知道你聪慧又狠毒，我还真就喜欢上你了。你这品味还真是独特呀。哼。不过，我不相信这世间所有的真心。世间假意纵横，不过我对你的真心表示只有一种，就是无论你想做邵二小姐，还是杨夫人，或者任何其他的，我都支持你。你只要回头，我都在。罢了。什么罢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走吧，我们回家。